结婚5年，我和宋景彤终于有了第一个孩子。可我胎停去医院检查，给他打电话时，换来的却只有他一句：在忙，你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，别总是依赖别人。当晚，他的小青梅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宋景彤抚着他的孕肚，笑容宠溺，不难看出来，他以后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我没有像过去一样歇斯底里的质问，而是笑着评论：恭喜，孩子都有了，不如我给你们让位吧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怀孕第3个月的时候，我因为脚滑摔了一跤，去医院检查时却被告知孩子有先兆流产的现象。我强忍着痛苦，给宋景彤打去电话，希望他能来医院陪陪我。可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我听到的就只有宋景彤有些不耐烦的声音：阿玉，我在忙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去解决，别总是依赖别人。心口就好像有人用刀扎一样，疼得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细微的女声：景彤哥哥，你在接谁的电话？快到我们了。宋景彤匆匆挂断电话的时候，我没有出声挽留他，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打电话过去歇斯底里的质问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就觉得，有些人在这段感情中好像悄悄地烂掉了。除了我之外，似乎也没有人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。医生看着我状态不佳的样子，还特意嘱咐了我好几遍：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，我的建议是先不要这个孩子。他说，孩子没了还可以再要，但身体永远都是自己的，女人有时候就应该多为自己着想。我的眼眶止不住的泛红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一直魂不守舍地摸着肚子。明明在2个小时前，这里还有一个孩子的，可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。正当我想强制地让自己入睡，去忘掉这一切时，耳边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是宋景彤。他不是说在忙吗？怎么会又出现在医院里？我回想了一下，刚才电话里的背景音确实听起来有些耳熟。医生，他今天说肚子不舒服，您帮我仔细检查一下孩子有没有问题，有什么注意事项都告诉我，我会记住的。旁边是医生的调侃：现在像你这样称职的丈夫已经很少见了。宋景彤没有否认，一旁的女孩声音里都是藏不住的喜悦。其实也没什么问题，估计是宝宝踢了我一脚，肚子有点疼。有些人太紧张了，非要带我来医院。我整个人肉眼可见地僵在了原地，浑身的血液止不住的倒流。我想打电话过去确认，却在掏出手机的那一刻就看到了宋景彤的小青梅发的朋友圈。不难看出，他以后绝对是一个好爸爸。配图是一张修长的手指扶着孕肚，角落的侧脸上满是笑容。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宋景彤。我曾不止一次地调侃过他的耳朵上的那颗痣是那么的明显，如今却成了刺眼的存在。医院病房的隔音不是很好，他们之后还说了很多，我却一句也没能听进去。顾欣然是在我和宋景彤结婚的第2年，突然闯进我们的生活的。他仗着2人青梅竹马的关系，总是肆无忌惮，而宋景彤因为对他的亏欠，总是无条件地偏向他。所有人都说他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若不是因为当初的意外，2人估计孩子都有了。可我偏偏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以为只要我付出的足够多，总有一天也能住进宋景彤的心里。没想到到最后，连自己唯一的孩子也没能保住。或许这段感情我真的该放手了，不是吗？想到这里，我苦涩一笑，
在顾欣然的朋友圈下留言：恭喜，孩子都有了，不如我给你们让位吧，不然名声不好听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就把手机关机丢在了一边，一夜无眠。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手机里全是宋景彤发了消息和未接来电。我皱着眉不想理会，却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刚好打了过来。接通的那一刻，没有任何的关心询问，迎接我的只有劈头盖脸的指责：阿玉，你又开始无理取闹了。然然还怀着孕，情绪不能太波动，你就不能让她吗？非要在那里胡说八道。我现在就把她当亲妹妹看，你怎么看谁都觉得有问题。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变得这么龌龊了？我一句话都还没说，宋景彤却越说越气，甚至让我觉得我若是在场，他指不定让我跪下来给顾欣然道歉。在这段感情里，他心中的天平从来没有偏向过我。一想到孩子离开，我就咽不下这一口气。他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这句话却激怒了宋景彤。有什么好杠的？你能不能别那么做？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。我的迟迟不回，让宋景彤也懒得跟我废话。他把电话挂断后，就直接把我拉黑了。我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，透过门缝看着他们俩手挽的手一同离开。宋景彤脸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喜悦表情。第二天早上，医生例行检查完后，我接到了宋景彤打来的电话，他的语气里满是疑惑和质问：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了？早饭也不做，我吃什么？就算是生气也该有个度吧，你不知道这样会耽误我的工作吗？宋景彤说到一半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语气变得严肃：傅颖玉，你该不会彻夜未归吧？你心眼怎么这么小？至于用这种方式报复我吗？我看了一眼手背上还扎着的针，突然就觉得挺没意思的。怀着孕的妻子彻夜未归，他不想着担心安全问题，反手还扣了一顶大帽子，真可笑。没有结婚前，我就是宋景彤身边出了名的舔狗，结婚后更是事无巨细地照顾她。为了能让她吃得更健康，一日三餐我都会亲自变着法的给她做营养餐吃。可我这样做换来的却是她的理所应当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有些人天生就没有心，更不值得被人用心对待。你又不是没手，早饭不知道自己解决吗？既然知道工作被耽误了，那你就快点吧。我冷漠的话语一出口，电话那头立马就沉默了。换作以往，这些事都是我抢着去做的，断然没有让宋景彤打电话来提醒的时候。他有些不甘心，再次追问：那你人呢？你在这边又没有什么朋友，能去哪儿？我的内心忍不住涌上一阵苦涩。原来宋景彤他都知道，当初为了和他结婚，我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我能依靠的人明明也只有他一个，可他却三番五次的因为别人抛下我，到底还是不重要，才会被这样对待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后，才缓缓开口：我在医院，那天给你打了电话的。我本想着告诉他孩子的事情，可一想到之前我每次提到孩子时，他都会不耐烦。这点小事，你难道不能自己做决定吗？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主见吗？然然身体不好，怀了孕一直不稳定，我多照顾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为什么总要胡思乱想，成天就知道攀比？做人能不能善良一点？人善被人欺，这个道理不是第一次在我身上体现过了。到最后我也没把孩子的事情告诉宋景彤，怕他又觉得我是在用孩子争风吃醋。宋景彤的声音停顿的片刻，似是才想起来那天发生的事情。
语气里都透露着一点心虚。哦，那医生有没有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直到现在，我都没能从宋景彤嘴里听到一句关心的话语。我以前也曾问过他，为什么总是这么冷淡？他说他天生慢热，性格冷淡，不喜欢说那些好听的话。我信了。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后，我才发现宋景彤不是不会哄人，他只是不愿意哄我罢了。我也懒得跟他废话，随便敷衍着，没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听我这样说过后，宋景彤明显地松了一口气，连带着语气都放轻柔了许多。昨天没来陪你，是因为公司有事太忙了，我熬了一个通宵才回来。什么时候出院，你给我说一声，我来接你。我没有拆穿他的谎言，语气不冷不热地回答。哦，就不麻烦你了，没事，我挂了。刚好我姐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也就没等她回复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还在生咱爸的气呢，这么久了也没说给家里打个电话，你这小丫头还挺没良心的。爸妈说话是难听了一点，但他们也是心疼你。你要知道，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到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没有父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孩受苦。今年爸妈生日你还是不回来吗？眼泪顺着眼角滑落，我的内心只剩下心酸。当初为了和宋景彤结婚，我成了家里的不孝女，不惜跟所有的亲人断绝关系，都要和他在一起。结婚5年，除了偶尔跟我姐有联系之外，愣是没给我爸妈打过一个电话。但是现在我都想明白了，为了一个连心都不在这里的男人抛弃自己的亲人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当即就给了我姐回复：姐，帮我跟爸妈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我想回家。能让一个倔强的人说出这样的话，自然是耗尽了所有的希望。我姐心疼地骂了我几句傻丫头后，说我随时都可以回家。我想这段感情确实也该结束了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宋景彤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，还是那副理所应当的语气：阿玉，你平时都去哪里买菜的？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不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。你就不能跟医院说一声，早点回家吗？宋景彤不会做饭，甚至连厨房都不会进，家里的这一切都是我操办的，以至于结婚这么多年，他连在哪里买菜这种小事都不知道。可笑的是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宋景彤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呢？他明知道我在医院，却还想着让我回家做饭，恰好碰到护士来跟我换药，说注意事项，我便随便找了个理由。冰箱里还有速冻水饺，饿了你就随便将就一下。速冻产品吗？宋景彤语气里满是惊讶。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惊讶的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次，他说他胃不舒服，我在家里做了一桌子的药膳等他回来，可我一直等到了凌晨都没有见到他的任何身影，反而是在顾欣然的朋友圈里看到了两人一起去路边摊吃烧烤。他高兴地发文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身边的人也是，他宠溺点赞。我终于受不了了，打电话过去质问：景彤，你不是说胃不舒服吗？怎么还能吃这些东西？我在家里给你做了药膳，他却语气不悦：傅颖玉，你能不能别总是做这些自以为是的事情？我有让你做这些吗？怎么，我难道现在连吃什么都得经过你同意吗？你控制欲能不能别那么强？吃什么不一样啊？我没你那么矫情。那之后我就没那么期待了。我反问他，怎么了？不能吃吗？宋景彤顿了顿，似乎是没有想到我的语气会这么强硬。没什么，那你好休息，等我忙完了就会来医院看你。若是放在以前，听到他主动说这句话，我定会高兴的一整晚都睡不着。
然后每天开始期待。可是现在我的内心却毫无反应，甚至是愣了半天后，才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哦，那麻烦你了。”那语气就好像是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一样。宋景彤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夜里我从泪水中惊醒，我看不清那个孩子的脸，他却朝着我哭喊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要我？是你不爱我吗？”我拼了命的想抓住他，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济于事。等我醒来后，浑身是汗，枕头早已被泪水浸湿，我实在是睡不着，无所事事地翻着手机，却看到顾欣然的朋友圈又更新了，是一张男人在厨房做饭的背影。深更半夜说饿了，某人立马就赶过来投喂。该说不说，我和宝宝的命真好。那个背影我再熟悉不过了，联想到刚才的梦，我的心彻底冷了下去。和宋景彤的对话框删删减减到最后，我还是把那句话发了出去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一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我才接到宋景彤打来的电话，他语气淡淡，就好像根本没有把我说的这句话放在心上一样。“阿玉，你怎么又开始闹了？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？”我到现在才明白，或许宋景彤的心里从始至终都没有我的存在，所以我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不在意。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这一切都要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以后了。见我不说话，宋景彤自顾自地解释道：“你知道的，然然的前夫很不是个东西，他曾经受过很多的伤害，现在孩子是他唯一的支柱，我也算是他半个亲哥哥了，肯定得多帮帮他才行。可有多少人是打着这种情谊诉说不能说出口的爱情，我不得而知。”宋景彤总是说着别人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却忽略了我的感受。明明我也是这样啊，那个孩子也曾是我对这段感情唯一的希望，可偏偏宋景彤要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我的希望。你不也怀孕了吗？你应该知道当一个孕妇有多难受，她吃外面的东西一吃就吐，我才想着过去做点东西给她吃，你就应该学着去体谅一下。她也知道我也是孕妇啊，怀孕初期我的孕吐十分严重，宝宝闹得我整夜都睡不了一个好觉，更是什么也吃不进去。那时候我希望宋景彤能够为我熬一碗粥，即便是简单的白粥也行，可他拒绝了。他说：“哪有大男人进厨房的？再说了，我根本就不会做这些，你不是知道的吗？为什么总是逼我做不会的事情？你要是实在吃不下去，一段时间不就好了？”可同样的事情换在顾欣然身上，宋景彤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主动去学做菜，但是不辞辛苦，半夜都要赶过去，多可笑。想到这里，我冷漠地回复：“哦，那你怎么不继续守着他，就不怕出意外了？”这句话一下子就激怒了宋景彤，他语气严肃：“傅颖玉，你到底在阴阳怪气什么？非得说话这么难听，你就开心了？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你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不管吗？都是当妈的人了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”我没有回复，静静地听着，等他平复自己的心情后，再次开口。我替他着想，难道也有错吗？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？电话那头是无尽的沉默。良久后，宋景彤甩下一句：“你就知道曲解我的意思，简直不可理喻。”电话被挂断后，病房里再次恢复平静。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宋景彤现在的所作所为。以前我总怀疑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不寻常，想着办法的跟他闹，宣示自己的主权，可换来的却只有宋景彤的各种厌恶。他说我心思深沉，容不下别人，又说我心胸狭窄，爱斤斤计较。现在我不吵不闹，
甚至抱着祝福的心态，他还是不满意。护士来跟我换药时，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都说流产如同坐小月子，这都住院好几天了，你丈夫也没说来看你一眼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是啊，距离我在医院已经过去3天3夜了。宋景彤每次都是嘴上说说，却从来没有实际行动过。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照顾顾欣然身上，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子怀着身孕一直住在医院。他都没有怀疑过到底是为什么，可能他喜欢的是别人吧。从一开始我就应该明白这一切的，是我的执着害得自己到最后遍体鳞伤。护士没多说什么，叹了一口气后，将一旁的保温盒递给了我，吃吧。这段时间身体受损，要多补充营养才行，不然以后很容易落下病根。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，她以前也是看人不清，最后生产的时候死在了手术台上。我的眼眶突然不受控制的泛红，连陌生人都会有的关心，结婚整整5年的丈夫却无动于衷。夜里我好不容易放下一切入睡，转头就被电话铃声给吵醒了，是顾欣然打来的电话。我本来就不喜欢他这个人，再加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过后，连最后的一丝情面都不想顾及。我把电话挂断没有接，然而我却低估了他的执着，接2连3的电话打过来，吵得我有些心烦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接通。颖玉姐，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呀？景彤哥哥喝多了，吵着让你回去照顾他呢。你人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不放心他一个人，都已经把他送回家了，你快回来看看他吧。顾欣然的语气算不上多好，看似在为我们2个人考虑，可我却明白，他只是为了炫耀而已。否则从一开始就该给我打电话，而不是进了我们家之后才来惺惺作态。一旁还有宋景彤喃喃自语的声音：阿玉，我难受，想你了。我被莫名其妙的扰了清梦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心情跟他们说话，再加上药物的影响，我困得连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哦，那你照顾他吧，我睡了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别后悔。顾欣然迫切地想要看到我发狂的样子，可我偏不如他意。隐约之间，我好像听到宋景彤说了一句什么，但电话被顾欣然果断地挂断，我也就没再管这件事。然而等我第2天早上睡醒时，身旁正坐着一个人影。宋景彤满脸疲惫，像是一夜没睡好。阿玉，为什么感觉你现在一点都不在乎我了？昨晚我喝多了，你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你以前不是很讨厌然然吗？为什么昨天晚上他都出现在我们家里了，你也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口中的那个人确实是我，但那是以前的我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也是这样，顾欣然怀孕不久的时候受了惊吓，胎不稳。宋景彤二话不说就把人接到了家里亲自照顾，甚至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。那天我刚查出来怀孕，我本来想着把这个喜讯告诉他，一回家就看到2人亲密地抱在一起的景象，我接受不了，跟他大闹一场。他却没有站在我这边，反而责怪我，你做人能不能别那么小气？然然受了惊吓，我安慰一下他，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房子是我买的，我想让谁住进来就让谁住进来，你这样有事没事就大吵大闹，跟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他嫌我在家闹丢人，更害怕我会伤害顾欣然母子。当天晚上就把人安排在了附近的5星酒店里面，连带着他自己也跟着过去照顾。我看了一眼已经空了的药瓶，自食其力地按响了一旁的呼叫键。哦，那现在你的酒醒了吗？顾欣然说不放心你一个人待在家里，
所以留下来照顾。我答应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，你们俩只是兄妹，没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宋景彤没说话，可他的眉头皱得很深，像是在忍耐什么。到最后，更是直接一把抓住我扎了针孔的手，咬牙切齿地开口：“傅颖玉，难道你的脾气还没闹够吗？你自己不回家，还不允许别人照顾我，你要这样阴阳怪气到什么时候？然然做错了什么，要反复受你这种冷眼？我都给你解释过这么多遍了，你还要误会？因为他的这个举动，留在我手上的针直接错位，手开始回血，剧烈的疼痛让我说不出话来。宋景彤却像是没看到一样，只忙着为顾欣然出气。还是前来换药的护士看到了，连忙制止了他：“你这是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，会闹出人命？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只能叫保安把你赶出去了。”从始至终，我都是这样死死地看着他，不说一句话。宋景彤反应过来后，却还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愤愤地摔门而去。我这么多年的付出，从始至终就像一个笑话一样。宋景彤这一走，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我没有像以前一样关心询问他去了哪里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反倒是护士阿姨偶尔跟我聊天时问起过我，他知道孩子没了的事情吗？我只是淡淡的摇摇头，没必要了，反正他也不在意，有没有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更何况这一切马上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了。直到1周后，宋景彤像是想起了我这1号人的存在，突然给我发了个消息：什么时候出院，我来接你。我知道这是他低头的表现。宋景彤向来如此，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便可以对我肆意发泄，等到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只需要给一颗甜枣就能让我恢复如初。结婚5年这个方法一直适用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失去孩子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就彻底死去了。若是放在过去，他愿意主动低头，我一定十分开心，以为他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我。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。谢谢，我简单回复。免费的司机不用白不用。我在医院休养了半个月，终于可以出院了。我给宋景彤发了消息，他秒回，让我在门口稍微等待一会儿。我坐在门口的木椅上，深秋的风有些微凉。过了许久，我才看到宋景彤小心翼翼地扶着顾欣然从医院出来。我拿着包的手突然僵在了原地，反倒是宋景彤在看到我后，无所谓地解释道：“你去坐后面吧，位置宽敞，刚好今天然然孕检完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吃顿饭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在想，如果不是今天顾欣然刚好要来医院检查，是不是宋景彤就不会来接我了？毕竟他因为顾欣然把我丢下也不是1次2次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宋景彤就已经把车门打开了，我也就没多说什么，顺势坐到了后面。下一秒就看到他又跑到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，一只手放在上面，防止顾欣然碰头。小心一点，都当妈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大大咧咧的？宋景彤的语气算不上多好，但却带着一股明显的宠溺。他们俩看起来是那么的般配，而我像个小丑，坐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旁观着不属于自己的感情。顾欣然一脸得意地转过头来朝我笑了笑：“颖玉姐，我这月份有点大了，景彤哥哥也是觉得坐副驾驶安全一点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”我嘴上回答着不介意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宋景彤的举动。他在亲自为他系安全带。宋景彤总说自己喜欢独立的人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能自己解决的，我都是自己解决。
有一次我不小心手摔伤了，打着厚重的石膏，坐车时我没办法自己系上安全带。我想让宋景彤帮忙，他却只是皱皱眉吐槽：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难道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？傅颖玉，你已经过了装柔弱的年纪了，可是为什么到了顾欣然这里就变得截然不同了呢？宋景彤的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，一路上我都沉默不语，反倒是顾欣然一直跟我找话题。颖玉姐，景彤哥哥应该跟你说过吧，我没有娘家人，景彤哥哥算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他帮忙。以后孩子出生了，可能会更加麻烦他，希望你能不介意。他说完又朝我笑了笑，似乎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妥。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面对他这么明显的挑衅，我也只是淡淡一笑。是吗？那以后孩子出生了，不如让他当干爹吧，毕竟孩子小，不能缺失父爱。宋景彤虽然没有开口说话，但透过后视镜，我还是看到了他紧皱的眉头。原本打算一起吃的那顿饭，宋景彤也取消了。将顾欣然送回家后，车内又恢复了之前的寂静。他时不时转头看向我，到最后干脆把车停到了一边。阿玉，你坐到前面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位置上全是顾欣然特有的香水味，我实在是不愿意上前沾染，淡淡回复：就这样说吧，我听得见。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阿玉，你这一路上怎么了？不开心？就因为这段时间我没有去医院陪你，那还不是因为然然那边走不开吗？他一个人挺可怜的，你就不能懂点事，老是跟他争什么？我朝他眨眨眼睛，一脸诧异。我没生气啊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宋景彤长叹了一口气，语气里全是无奈。我再跟你好好解释，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吗？我实在是有些无语，难道就因为我没有跟他大吵大闹，他就又觉得我有问题？可我也是一个人，这样久了我也会累。现在这一切不就是他当初所想要的吗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，我一字一段说得极认真。我真没生气，以后也不会再生你和顾欣然的气了。毕竟你们青梅竹马，互相帮忙也很正常。车内又恢复了空前的寂静。宋景彤满是不悦地看了我一眼。行了，我答应你，等然然生了孩子之后，我就跟他保持距离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真不知道你这脾气是随的谁，这么倔。车子再次开动，我却沉默不语。到家之后，宋景彤才像是想起什么了一样，看了我肚子一眼，语气有些别扭。你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孕检？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跟公司请假陪你一起，省得到时候你说我偏心，怀疑我跟然然有一腿。我在内心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。宋景彤身为我的丈夫，陪顾欣然去孕检就是理所应当，陪我却只是为了堵住那些流言蜚语，多可笑！可惜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，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，都不会再有了。趁着这个单独相处的机会，我正打算和他说离婚的事情，正好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然而我离婚协议还没能拿出来，宋景彤的电话铃声就响了。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备注，默默地将手机移开，但我还是看到了“然然”二字。什么事？重要吗？你今天才刚从医院出来，还是先好好休息吧。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注意事项？你都告诉我一声，我帮你一起记着。宋景彤嘴上这样说着关心我的话，眼神却不止一次瞟到手机上。我很想当面质问他，如果我说重要，他就不会离开吗？可我觉得没必要了。电话一个接一个的响起，宋景彤最后的一点耐心也消失殆尽。
他当着我的面接通了电话。不舒服，不是今天才做了检查吗？可我现在和阿玉还有事要处理，家里还有药吗？什么？见红了？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宋景彤电话挂断的那一刻，低头就和我来了个四目对视。那一刻，我竟从他的眼里看到了一丝愧疚。对不起，阿玉，我可能得离开一趟了。然然他那边见红了，他一个人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。我手里死死地握着离婚协议和那一份流产报告单，很想当面拿出来给他看，到最后却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去吧，毕竟是这么大的事，我可不想当这个罪人。”我都能想象到，要是今天我不让宋景彤离开，日后顾欣然的孩子出了什么问题，他们还指不定会这样说我。反正都要结束了，倒不如选择成全。宋景彤离开前，满是愧疚地紧紧抱住了我。阿玉，你乖一点，等我回来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他说完，好不容易就转身离开。我站在眼底，轻轻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水，恢复不了的。破碎的镜子，就算是复原了，也还是有裂开的痕迹。感情也是，有些东西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一旦出现了裂痕，就永远也无法恢复如初。果然，当天晚上，顾欣然的朋友圈又一次更新。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我炫耀的机会。朋友圈是一张2人在医院的照片。宋景彤脸上的担心是我从来没看到过的。我默默地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将顾欣然的联系方式删除。那种自讨苦吃的事，我以后都不会再做了。我收拾了自己所有的东西，独自在家静静等待。一直到第3天的凌晨，宋景彤才带着一个小蛋糕回来。看到我还没睡后，他有些欣喜地将蛋糕递在我面前。阿玉，生日快乐！虽然晚了那么几分钟，但是你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不知道是不是孽缘，还是老天为了故意惩罚我。我和顾欣然是同一天生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结婚5年。宋景彤从来没有一天是陪我过的。每次生日，他都会出现在顾欣然的朋友圈，要么是提前给我过生日，要么就是在第2天给我补上。没想到在离开的前1天也是如此。我没有接他的蛋糕，而是看了一眼垃圾桶。谢谢啊，但是不用了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，没什么好庆祝的。那种不准时的垃圾，我又何必期待？宋景彤没说话，顺着我的视线看到了垃圾桶里的蛋糕盒子。28岁的生日，我早就独自许下了真诚的愿望。他以为我在生气，上前抱住了我，想要亲我的时候，却被我躲开。乖，别生气，下次一定准时陪你过。这次是个意外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说有事跟我商量吗？什么事？你说我现在有空听，也是，马上就要离开了，有些事确实该解决了。我把离婚协议书递到他面前，冷冷开口 ：“S 字我已经签好了，我什么也不要，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个字就可以了。”宋景彤只是看了一眼，整个人的表情就这样在了原地。他有些不可置信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最后竟然笑出声：“阿玉，别闹了，这个玩笑可不好笑。”可从始至终，我都不是在开玩笑。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、做什么，甚至是比任何时候都清楚。见我迟迟不说话，宋景彤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慌乱。阿玉，这不是真的对吧？你是在跟我说气话，这我都可以给你解释的。我和然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是知道的。当初然然他爸是因为我爸才去世的，所以他妈妈死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他，会在以后照顾好然然。我一直都把然然当作亲妹妹对待。
我觉得关心照顾他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你不是也有兄弟姐妹吗？所以，阿玉，你是能够理解我的，对吗？可有些东西始终只能骗骗自己啊。我理解他把顾欣然当成妹妹来对待，可孩子呢？他对顾欣然肚子里孩子的喜欢，远超过了对自己的孩子的喜欢。这让我如何继续骗自己？难道我的孩子他就活该日后没有父亲吗？我强忍着心中的恨意，看着他，签了吧，我没有和你开玩笑，从一开始我就是认真的。宋景彤，我想，我大概真的不爱你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宋景彤整个人就激动地站了起来。你骗人，傅颖玉，你怎么可能不爱我？所有人都会，唯独你不会这样。你明明说过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我了，难道你的爱就这么肤浅吗？说变就变，可爱意从来都不是一瞬间消失的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变成失望，到最后又变成绝望。我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下去？我忍无可忍，抬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宋景彤，你是最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。明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抛下了我，是他叫我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到头来却还要把这一切都怪在我头上，多可笑！他没说，余光却瞥见了我放在一旁的行李箱。阿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收拾东西干什么？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，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，难道不为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吗？你的心就这么狠？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从出生起就没有父亲吗？孩子，我手颤抖地摸了摸小腹。如果不是这个意外，我或许到现在还固执地渴望这份爱情，到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。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也是活生生的一条生命，我可以怪谁呢？我谁也怪不了。宋景彤双手紧紧地捏着我的肩膀。傅颖玉，你说话呀，孩子怎么办？我都答应你以后不会跟他联系了，你到底还要我怎样才会满意？我挣开他的束缚，一字一顿。宋景彤，我不想你怎样，我只想跟你离婚，早就没有孩子了，我们之间也早就没有可能了。他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愣在了原地，久久不敢相信。阿玉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有回答他，而是径直地将那份流产报告甩在了他面前。在他诧异的眼神中，缓缓开口：“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会在医院待那么久吗？因为孩子没有了。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我给你打了电话，可你是怎样说的呢？你说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让我别烦你。你说你在忙，没空管我。可你那天分明也来医院了，不是吗？你在陪顾欣然产检的时候，一墙之隔，我们的孩子选择了不要我。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你有说过一句关心我的话吗？宋景彤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爱我，也不期待孩子的出生，你比我更清楚吗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欺欺人呢？宋景彤在听到我说的这些话后，整个人崩溃地捂住了耳朵。不，阿玉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爱你，也爱我们的孩子。孩子没了，我们还可以再要，别离婚好吗？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和你离婚这件事。阿玉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再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可是不会再有机会了。宋景彤紧紧地抱着我不撒手。他觉得这样做我似乎就不会离开，可这一切都晚了，不是吗？宋景彤拖着不愿意签离婚协议书，我也没管他，趁他熟睡的时候，拿着行李箱就飞回了家。我回家的那天，爸妈早早的就在机场来接我了。仅仅5年的时间，他们看起来却苍老了许多，我内心止不住的酸涩，当即就跪在了地上，重重地给他们磕了一个响头。对不起，爸妈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爸不苟言笑，什么也没说，
可我却看到了她泛红的眼眶。我妈更是直接哭成了一个泪人，紧紧地抱着我。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坚持下去，却没想到在半年后，宋景彤找了过来。他整个人看起来沧桑了许多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立马上前抱住了我。阿玉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你放心，我以后都不会再跟顾欣然见面了。他已经生下了孩子，我跟他已经说好了，不会再联系了。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过我们自己的日子，可以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联系不上你，我有多担心？然而还没等我开口，我妈就直接冲上前，拿着扫帚一个劲地往宋景彤身上打。你什么东西也敢抱我的女儿？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！宋景彤被我妈的阵仗吓了一跳，反应过来后怯弱地喊了一句：妈，是我，景彤，你的女婿啊！我呸，打的就是你这个负心汉，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报警告你扰民了！宋景彤到底还是害怕事情闹大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我也没理他，不过是半年的时间而已。要不是他这次突然出现，我都差点忘了还有这么一号人的存在。我以为经过了昨天的那些事情，宋景彤不会再来了，却不成想，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，他每天都会定时出现在我家门口。无论我妈怎么打骂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执着地想要和我见一面。我被他吵得有些烦了，干脆找了个时间和他好好聊聊。然而还没等我开口，宋景彤就一句接着一句，生怕会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那句话一样。阿玉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可我真的都已经改了，你就再信我一次吧。这段时间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你，我答应过的事一完成，我就立马赶过来找你了。阿玉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们之间以后不会再有顾欣然了。看吧，即使是到了现在，他还是没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没了顾欣然，也会有下一个。我良久的沉默让宋景彤突然间就顿住了。有些事情我们明明都心知肚明，却还在自欺欺人。就像宋景彤明明知道我已经不爱他了，这还要把这一切都怪在顾欣然头上。事实上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合适，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。阿玉，真的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他声音颤抖，整个人双眼通红地看着我，我的内心却始终很平静。宋景彤，你明明也说服不了自己，不是吗？离开前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找不到理由反驳，你甚至都无法为自己辩解。现在来说，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不爱你了，你才会相信呢？我看着宋景彤眼里最后的一丝光也暗淡下去，到最后变成一潭死水一般看着我。阿玉，这不是真的。房间里只剩下了他的抽泣声。宋景彤很少哭，但这却是他第一次为我哭。那天过后，宋景彤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，他把房子归在了我的名下，独自一人买了去国外的机票。临走前，我手机上收到了一条陌生信息：阿玉，我走了，你要是挽留，我就一定会回头。可我却只淡淡的回了一句：一路平安。当天晚上，新闻报道，飞往美国的飞机因遭遇强对流天气失事了，无一人幸免。不过那都与我无关，往后余生，我只是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